你且上前一步。爷爷，你怎么了？爷爷，你把我爷爷怎么样了？他若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绝不轻饶你。红绫，不可无礼！方才随着鲜血的喷出，我体内的毒竟然离奇的消失了，仿佛一瞬间年轻了10余岁，太不可思议了。此乃毒血，经我催化引出脏腑，毒素自然迎刃而解。原来如此，前辈大恩，老夫感激不尽。即日起，你便是我陆家顶天的恩人。红绫，还不快快前来磕头道谢，侍奉前辈左右。不必了，我自由惯了。前辈可是因为红绫冲撞了前辈？若是如此，我愿带红绫给前辈赔罪。虽说你有些本事，但我陆红绫能拜你左右，已是你莫大荣幸。你竟还敢拒绝？放肆！还敢口出狂言！前辈莫怪，老朽回去定当教训孙女，让她来前辈左右赔罪侍奉。我帮你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不用放在心上。你这孙女倒是颇有个性。前辈见笑了。不就是会点医术吗？有什么了不起的？红绫，那个，谢谢啊。爷爷，现在您的身体已经恢复如初，这是大好事一件。我现在就回陆家通知家族所有人。将前辈一念，却解我陆家生死困境，此恩情，万万不敢忘啊！前辈，此乃至尊子金卡，卡内有1000亿余额，供您使用。还有此物，天玄龙戒，可号令江城整个地下世界，还望前辈千万不要拒绝。我且问你，你与孔家孔明哲是什么关系？孔家家主孔天海，也就是孔明哲的父亲，当年曾是老夫的门徒之一。孔家能有今日，全是老夫一手提拔。世门不幸啊。哦，从何说起？这孔家父子不堪正道，自从崛起之后，便与燕都几个家族狼狈为奸，竟干些见不得人的买卖。孔天海虽然8年前死了，但是这个孔明哲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祸害呀。老夫若是再年轻几岁，定会管他一管。前辈若是有需要老朽效劳的，尽管吩咐便是。不必，我自有安排。哪来的要饭的？他做不了主，我看啊，你还是去别家吧。江峰，我姐收留你已经仁至义尽了，别再想着把什么穷亲戚都往柳家塞，真当我姐赚钱容易啊？刘家的后生年纪不大，说话倒是咄咄逼人呐。前辈，要不要我帮你？小孩子不懂事而已，不必。你说谁呢？你这个废物赘婿，信不信看我不？静。没大没小，记住，以后叫我姐夫。别愣着了，咱们也该走了。柔柔，柔柔，他到底对我做了什么？哎呀，难道这消失了3年，发生了什么天翻地覆的变化？到底怎么一回事？不行，我得打个电话问问。哎，
对对对。喂，陆小姐，我想打听一个事。江峰这个人你认不认识？怎么又是姓江的？我不认识什么叫江峰的。孔明哲，本小姐的时间很宝贵的，没事别给我打电话。我就说嘛，这陆老肯定是年岁已高，上当受骗了。不对呀，刚才我看陆老那个样子，不像是假的。怎么可能？连陆家大小姐都不认识，那陆老一定是老糊涂了。我就说，怎么可能把一个20来岁的赘婿视为前辈？这江峰，喂，哎，怎么样？今天定亲的事先到这儿，我还有点急事，先走。那孔少，这彩礼就先放在这儿啊，先放在这儿。把钱拿走。哎，恭迎家主。恭迎家主。陆老，您多年未出，今日怎么想起来这儿了？这位江先生从今天起就是聚贤一品庄园的新主人。小龙啊，江先生是陆家的救命恩人，今后你们要好生服侍。是。江先生，我是聚贤一品的经理，您叫我龙儿就行。此地空气清净，给陈妃用来休息度假倒是不错。啊，江先生，请。我是柳柔柔，速来郊外警武会所，我家有危险。熊哥，有人欺负我。什么？整个江城，谁敢欺负我周八雄的妹妹？还不是我们柳家那废物赘婿江峰，不知道他从哪儿学到一招办事，今天居然敢戏弄我，你一定要替我出了这口气，教训教训他。放心，熊哥我亲自出马，保证让你满意。找个地方，我们边走边聊啊。好，我跟你说，我不知道他怎么了，他就把我定在那里了。哎，有人来了！小子，哪儿来的？陈妃怎么会来这种地方？给我上！妹妹，你想我怎么收拾那小子？我要9999999种方法，我弄死他！我收拾一顿肯定是少不了的，但是你也别下手太重了，毕竟我姐，她要是被打残了，我姐还得养活她，就适可而止就行。妹妹，哥哥我都听你的。
兄哥，你干什么？你说说我干什么？整个江城，我称霸一方。我周霸雄，为了你的事儿，亲自动手，肯定得图点什么了。干什么？你干什么？谁敢打扰老子的好事？江峰，你快救救我！我要是出什么事，我姐不会原谅你的。这样，我路过，你们继续。他路过。江峰，我错了，求你救救我！江峰。人，哎，人呢？他妈的，搞坏老子好事，我看你是欠揍的。走！若是再敢做，我定不留一幸。我怎么被控制了？江峰，柔柔，她这是怎么了？来，小心。柔柔，柔柔怎么了？柔柔，姐，啊，你怎么了？是江峰他。江峰，你把柔柔怎么了？什么事都没有啊。这叫什么事情都没有吗？江峰，我告诉你，柔柔是我最在乎的人。如果她真的怎么样了，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不是，陈飞，不是你想的那样。爸，您找我。跪下。你与柳家那个女娃娃的婚事就此断掉吧。为什么？你明明知道我中意柳成飞多年，现在好不容易即将到手，眼看着马上就要定亲了，这是为何？爸，我孔天海以假死作为布局，隐忍8年，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候，在这个节骨眼上，你最好少给我惹事儿。区区一个女人算得了什么？若是因此影响到大事，才是蠢夫之举。自己去领账30，退下。是。如今江城灵力愈发强烈，想必已有高人现世。看来江城要变天了。我若能得此高人相助，你们，柔柔，你醒了？姐，我怎么回来的呀？快先喝口水。我记得是江峰，江峰送你回来的。柔柔，发生了什么事？告诉姐姐，姐姐帮你撑腰。是他救了我。你是说，江峰救了你？对啊，姐。要不是他，我差点就被……幸好江峰及时赶到，才什么事情都没有的。这么说来，江峰，你把柔柔怎么了？是我关心则乱，误会江峰。你怎么一整晚都没回来？打电话也不接。我昨晚
我昨晚……算了，不说这个了。这件衣服你去换上，跟我去个地方。今天是我大学室友聚会的日子，本来呢，我打算一个人去的，可毕竟你是我名义上的丈夫，邀请函上又写了携带家属，你就跟我一起去吧。好。那个，昨天的事，对不起。这就是你道歉的方式吗？这里就是全江城最豪华的顶级庄园了。江峰，今天虽然是同学聚会，但也算是半个社交应酬，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好。是有一点不太合身，你也没有件像样的衣服。这件衣服是为了应急临时找品牌方借的，之后还要还回去。你一会儿言行之间动作少一点，不要把吊牌露出来了。如果有人问起，你就说你在柳氏旗下公司做副总，不懂的别乱说。走吧。这不是陆家长生送我的庄园吗？怎么进到此处了？菲菲，好久不见了，我想死你了。好久不见，越来越美了。啊，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呀就是我的未婚夫陶文生，货真价实的富二代。怎么样，帅吧？陶总一表人才。你身边这位不会就是柳家贤婿江峰是吧？二位幸会，鄙人陶文生，在上市公司中金科技担任 CEO。早就听闻海清提起柳小姐乃是地产界的女中翘楚，今日一见，果真是国色天香，名不虚传呐。那能与柳小姐携手并进的丈夫，想必也不会差到哪儿去吧？啊？哎呦，文生，你怎么上来就打听人家啊？我们这些老同学谁不知道柳家有个倒插门女婿？如果真有什么能耐的话，也不会这样看人家脸色吧？哦，是我说错话了，待会儿一定要自罚一杯。咱们先进去吧，一会儿同学们都该到了。也好，走吧。走吧。好像就是这儿吧。哎呦，这不是陶总吗？哎呦，陶总，哎呀，果然仪表堂堂啊！小弟刘凯，乃耀阳公司的总监。说起来，您还是我们的甲方爸爸呢啊！以前总是和您手底下的人联系，今天见着海清的光，终于见着您本尊了。您今天应该也没带助手吧？那今天就让小弟我来为您鞍前马后啊！来，里边请，我给您带路。好，看看什么叫做处世之道。刘凯小兄弟人情世故这块可谓是滴水不漏，不像某些人连最基本的察言观色都不懂。弱者才需要奉承他人，此般行径与小人有何异样？你骂谁小人呢？未曾指名道姓，你怎么就急了呢？刘总，你们柳家的家教一般呐，一个上门的赘婿，都敢与人较劲了。好了，江峰不是这个意思。行了，走吧。走吧。哎，您请。哦，好。来，您请坐。行，好，快去坐吧。哟，我没看错吧？这腰间怎么还挂着吊牌啊？菲菲，不是我说你，你说这西装不合适就算了，怎么吊牌也没摘啊？是不是一会儿吃完饭还得给人家还回去啊？不会是为了这场聚会临时租的衣服吧？啊？哎，阿青，柳小姐毕竟要养着柳氏公司一大帮子人，
这回到家还得再养个软饭男，日子自然会过得紧凑些。哎，柳小姐，不知道你这丈夫有没有工作？不如来我的公司，刚好我公司最近空出了一个保安的岗位，月薪3500。不用了。哦，谢谢啊。江峰他现在有工作。工作啊？什么好工作呀？是在哪个工地搬砖，还是在哪个厂房给人打螺丝啊？啊？哎，刘凯兄，不要这么看不起人嘛。江先生傲气凛然，想必是做什么大生意啊？江总，敢问您是从事哪个行业的？不妨与我等也交流交流嘛。这里是哦，莫非江总也是从事这餐饮行业的？哈，正巧，鄙人认识聚仙一品的龙经理，不妨我把他请过来。你们两个一起交流交流经营之道吧。陶总，若不是您设宴在如此高档的地方，我们怕是这辈子都没有机会在这种地方吃饭。一会儿你一定得介绍龙经理与我认识认识，我好些朋友想订这里的位置都订不到呢。是啊，陶总，咱们今日可要敞开了喝呀，你可千万别心疼钱哦。哎呦，你说的这是哪里的话嘛？啊！大家今天啊，尽管喝，全场的消费都由我陶某买单。待会儿啊，我就把他们这儿的龙经理叫过来，介绍给大家认识认识，一起喝上几杯。陶总果然非同一般呐！啊，居然连本市最顶级庄园的负责人都能够请到，待会儿我可得多敬您几杯啊！啊，是啊是啊，真羡慕海清有这么厉害的未婚夫啊！好啦，既然大家都是同学，文生就是自己人。不要客气了，陈飞，这道珊瑚银鱼是这里的招牌菜，你尝尝。还是让大家先点吧。哟，这招牌菜都着急点上了，来的目的很明确嘛。蹭婚礼酒席的我见过，这蹭妻子同学聚会的，我还真是头一次见啊。一顿饭罢了，何须蹭一样？只要陈飞想。聚仙一品没有他吃不了的东西。江峰，别说了。哎呦，好足的底气啊！看来今日有人抢着和陶总买单了。只是江峰，你看菜单的时候是不是没有注意到价格呀？这里随便吃一顿都得大几万，柳家给你那点生活费，怕是远不够吧？不如这样，咱们今天呢就依着他来。刚才的话呢，也是他自己说的。咱们今天呢，就点这里最贵的套餐，然后请江总买单。不错。江总刚才也说了，这聚仙一品就没有吃不起的东西，那我们就却之不恭了啊！waiter， 给我们按照18.8万的标准上菜。好的，陶总。这里有20万。你拿着，一会儿买单。陈飞，一点钱财对我而言不算什么。江总，装出一副家财万贯的样子，到头来还不是靠女人。这闹这么半天，最后破费的还是柳小姐啊！哎呀，果真是个上门的赘婿啊！哎，这样吧，江峰，今天所有的消费，咱们两个一人一半啊。我帮你分担点，但是你不能用女人的钱，敢不敢？没兴趣。怎么怕了？说白了，无非就是怂呗，怕是兜里啊连个1000把块都拿不出来。好啊，那就陪你们玩玩。陈飞，点菜。你怎么还像以前那样意气用事？没事。好 ，waiter 去，告诉厨师，给我们用最顶级的食材。我愿意出5倍的价格，所有的菜品给我们上2份，1份吃，1份放着看。铺张浪费，不太妥吧？点不起就说点不起，扯什么浪费粮食？陶总，我个人有义务提醒您，聚仙一品不提倡浪费，太过的话可能会被撤销 VIP 资格。
你要是有雅兴的话，聚贤一品金业拍卖会专场诚邀你来参加。哼，好吧，既然如此，大家又兴致正浓，那咱们不妨饭后换个玩法，拍卖，如何？奉陪到底。啊。传说聚仙一品历来有红酒拍卖的项目，这里拍卖的都是海外最顶级的红酒。陶总，您今日是要带我们这些普通人也身临其境体验一番？可惜啊，只怕是陶总愿意，有的人装不下去了，毕竟是倒插门的嘛，能力有限。哎，江峰，你就说你敢不敢接吧？奉陪到底。好。各位，这瓶亨利罗曼尼干红是我们今晚的压轴拍品，起拍价100万，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万。各位，请出价。这等拍品，估计只能是雅间的人才能参与，我等了，只能是一旁观之了。听说今夜啊，聚仙一品要来好几个大人物，看来这瓶红酒啊，又要成为这几位大人物的竞争品了。亲眼目睹此等盛况，我们今夜也算没有白来了啊！江峰，我是因为昨天误会了你，心存愧疚才带你来的。不要胡来了，一会儿下不来台，我可不会管你。陈飞，我心里有数。悠着点。咱们赚钱也不容易。哎呀，放心，要不了几轮，他肯定会落荒而逃的。哎，我出110万。200。哎，我说姓江的，你故意捣乱是不是？这拍卖都是10万10万的加价，哪有你这么狠呢？不会竞拍就别瞎喊。哎，刘凯兄，这是拍卖嘛，每个人都有自由出价的权利。我出300万。500。赘婿就是赘婿，拍卖都是以万做数，他以为是500块吗？陈飞，怎么起来了？陈飞，这氛围多好啊！你是有什么事一定要现在走吗？别急嘛，我还等着喝你丈夫的亨利罗曼尼干红呢。对呀，陈飞，你们家这位出手如此阔绰，哪有一点赘婿的模样，俨然一副大老板的作态。你现在这么着急走，该不会是怕他一会儿付不起钱，带着你一起难堪吧？既然江总出手这么阔绰，又那么受欢迎，我就不在这里打扰他的雅兴了。只是陶总，我们家先生什么样的，我最清楚。你们俩一人一半的赌约，到最后怕是只有你自讨苦吃了。哎呀，陈飞，大家在一块热闹点吧，你又何必如此动气呢？再说了，这里可是聚仙一品，谁要是在这儿参与拍卖却拒不付款，定是连这扇门都走不出啊！哎呀，菲菲，咱们好不容易聚在一起，你就好好坐着嘛。再说了，这价格不菲的红酒，你可一定要尝一尝呀。知道你的未婚夫有本事，但是没有必要这样咄咄逼人吧？看来这样的聚会，我以后还是不参加了。哦，陈飞，你放心，今日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富比心雅间出价500万，有没有加价的？500万？我本以为我王某已经是挥霍家财的一把好手，没想到真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呐！区区一瓶红酒，竟然能喊到500万，这……王公子，这里可是聚仙一品，就是后面再加个0，都不足为奇。只是不知这位大人物到底是谁呀？
陶总，风雅送包间的大人物让我跟您讲，这瓶酒它势在必得，您确定要继续竞拍吗？哦，大人，哪位大人物？哪位大人物？这个就不方便透露了。既然这样，反正姓江的也是来捣乱的，那看在陈飞的面子上，今天就算了吧。大家都是同学，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分个高下。今天就到此为止吧。陶总，这口气我可是真替你咽不下去啊！咱们做的可是聚仙一品最大的包间富比星，我们如果认怂了，岂不是让人家笑话？是啊，陶总，您难道真的要让一个赘婿骑在您头顶上吗？您可是中金集团的 CEO， 还认识龙经理，难道还怕他不成？哼，我怎么可能会怕一个废物赘婿呢？去，告诉你那位大人物，今天这酒我们要定了。好的，先生。江峰，我可得提醒你一句，来聚仙一品的可都是非富即贵，陶总完全有与人竞争的资格。你一个赘婿，要是因此得罪隔壁包间的大人物，怕是吃不了兜着走。风雅颂出价600万，还有没有出价的？700万。富比星出价700万了。风雅颂出价了1000万，还有没有朋友加价了？今天将成为我们聚仙一品有史以来红酒拍卖的最高价格呀！好了，文生，咱们喝什么酒不是喝？别因为赌一时之气，白花那么多钱。再说了，这江峰平日都靠着陈飞养活，他哪来的钱啊？到最后还不是我们出吗？是啊，算了吧，陶总，看来那位大人物势在必得呀，我们还是避其锋芒比较好。好吧，那我们不拍了。慢着。陈飞，说起来，你我之间有太久没有共饮一杯了。5000万，拿酒来。5000万，先生，您确定吗？哼，谁他妈跟我抢？哎呀，好，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啊！江峰啊，我佩服你的勇气，我倒要看看你这一个柳家废墟能装到什么时候。江峰，这不是胡闹的地方，快停下，别惹事。我说了，奉陪到底。5000万若是不行，那便5亿、50亿、500亿。所谓钱财，不过就是满山废纸，但今日谁也不能让陈飞受半点委屈。好个满山废纸啊！嘿嘿，真是疯了！嘿，你别说，我见过没钱装阔的，像这种装到不要命的程度，我还是头一次见。我听说这里有人与我抢酒啊！哎呀，爸，你怎么来了？我还以为是哪个傻子，竟然把一瓶100万的红酒叫到5000万，原来是你这个败家玩意儿！哎呀，爸，你冤枉我了，是那么个玩意儿，他在这恶意抬价呢。阁下是江峰，我还以为是哪家的公子，哼，原来只是小小蝼蚁，哼，毛都没长齐的小子，也学着别人拍卖，你有这实力吗？怎么？你有异议？刷卡送客。这难道是传说中的至尊紫金卡？什么？爸，这种卡全球仅有5张呀！姓江的，你一个柳家的赘婿，哪儿来的这张卡？陶总，我看江峰手上这张卡肯定是假的，冒牌货。有趣，
着实的有趣啊！小子，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在这整个江城，唯有一张紫金卡，归陆家持有。你来的时候，难道不打听打听这聚贤一品是谁的产业？江峰，你在哪弄虚作假、招摇撞骗不好，你非要在陆家的地盘上行骗，这一次你可是结结实实的踢到铁板上了。来人，把你们龙经理叫来，就说有人闹事儿。喂，姓江的，怕了吗？晚了，哈哈哈哈！待会儿龙经理过来了，我看你今天是怎么死的。江峰，你是不是疯了？连这种东西都敢造假？我以为这3年你有长进，没想到更加变本加厉了。是谁在我聚贤一品闹事？哦，哎呦，龙经理啊，您可算来了！这里有个人啊，拿着一张假卡以假乱真，扰乱秩序，还请您主持公道。没错，谁不知道这至尊紫金卡属陆家所有？他居然敢拿着一张假卡出来行骗，这岂不是侮辱聚贤一品，侮辱陆家？年轻人，龙经理都来了，还不快给我跪下磕头赔罪，兴许还能少挨几下。老板，你怎么来了？这啊！龙经理，你是不是认错人了？住口！你们知道他是谁吗？江先生是我聚贤一品如今真正的主人，整个聚贤一品皆是江先生的产业。别说是吃顿饭、喝杯酒，就算是江先生要喝杯柠檬水，我聚贤一品的88位米其林大厨都会为其调配。你竟敢得罪江先生，真是不知死活！他是聚贤一品的主人。原来江峰才是真正的大人物。老总买单吧。啊，你之前说所有的消费1人1半，现在总共5000万，该你处理1半。啊！什么？1半？你这个逆子，你要气死我吗？还不快跪下给这位江先生磕头道歉！快！对不起啊，江总，江哥，你饶了我吧！我要真给出这1半，我可就全完了呀！哎，江总，我狗眼看人低，你饶了我这一次吧，我以后再也不敢了。哎，江总，饶命啊！哎，不要啊！江总，饶命！江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江先生，我早就发现您非同寻常，之前那些都是误会，您可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啊。陈飞，都怪那个陶文生，我有很多话都没来得及跟你聊呢。江先生，果然人不可貌相，不知您是否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呢？他日我定当登门拜访。是啊。不必了，要不是今日，又怎么能看出陈飞的同学里有这么多两副面孔的人？姐，公司出事了，有人在市场上恶意打压刘氏的产品，你赶紧回公司吧。好，你先别着急，我马上解决。怎么了？我有点事情要去处理一下，你自己回家吧。回头我再问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江先生，今天的事情都有误会。打我胸口了，他。周董。刘总，什么风把您给吹过来？周董，我们柳氏在江城的地产生意还能不能做？您给句话。刘总，这是哪儿的话呀？
你们柳氏集团合理合法，什么时候轮到我来管了？我们就不绕弯子了。据我调查，我柳氏集团遭到打压，是您在背后推动的。我们在商言商，你有什么条件尽管提。这样吧，我给你2成的市场，你给我8成利润。签了合同咱们办事儿，你要不签也没事儿。让利8成，好一个14大张口！据我所知，周董您的公司有9成员工都没有进入过地产行业，现在销售更是一塌糊涂。您如此折腾2败俱伤，周董，您现在怕是也不好过吧？哼，我的事这就不劳你操心了。自从你柳家得罪我周霸琼那一刻起，你应该做好心理准备。况且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们柳家什么时候得罪周董？行了，别的话就不要说了。来人，送客。柳小姐，请吧。柳家赘婿，我要你死！洪大师，这家伙很是古怪，似乎颇有身手。我当时甚至都不知道怎么就被他打飞了，就嗖的一下，掉水里了。我既然到此，自然不会坐视不管。你的伤势我看过了，对方也是修行之人，不过实力低微，登不得什么大雅之堂。若真是什么高手，你根本不可能活着回来。尤其还这般的年轻，应该是一个刚踏入修行大门就洋洋得意的无知小辈。洪大师，那您对上此人，有几成胜算？杀他，何须我一根手指？洪大师，10成之后，我少不了你的好处。今日有雨，适合洗刀。哎呀妈，别走了！哎，陈飞啊，谈得怎么样？怎么样？周霸雄还是不肯松口，摆明了不想息事宁人。我们还是另外想办法吧。啊？怎么会这样啊？我们柳家何时得罪过这种难缠的角色啊？对不起，都怪我。如果不是因为我，江峰也不会打伤周霸雄，咱们现在也不至于落得被人恶意打压的下场。姐，我也不是故意做的。好啊，都是江峰干的好事儿。我说我们柳家的产业老是无缘无故被人打压，原来都是江峰干的好事儿。江峰果然是个灾星，当年老爷子为了帮他江家，使得咱们柳家也受牵连，现在又招惹了周霸雄，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江峰，你说你都干了些什么？哎妈，这是为何？江峰，你得罪周霸雄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你到底在想什么？那可是周霸雄啊，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能背着柳家胡来？要不是柔柔告诉我们都还被蒙在鼓里呢。周霸雄，看来上次的教训还是没让他长过记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件事的起因罢了，就当是我造成的好了。什么？啊，就当是你造成的，明明全是你一手造成的。好了吗？这些年你吃我们家的，穿我们家的，你帮不上我们家也就罢了。好了，你好了吗？你还害我们家受牵连。今天我教训
教训你，教训你！住手！住手！都不要吵了。我来吧，爷爷，您去那边坐。此事，江峰固然有错，但也是无心之举。像我柳家当年辉煌时，区区一个周霸雄又算了什么？难道他打压柳氏，柳氏除了求饶道歉就没有别的办法了？你们嘞，都应该好好反思反思。爷爷，小江，你过来。妈，没事，老爷子，没事。当年你无家可归，老夫见你为人正直，踏实可靠，才让你入我柳家。这些年，你虽没做出什么成绩，但也算对柳家忠心耿耿。陈飞自小要强，你可一定要好好保护他。老爷子，您放心，没有人会分开我和陈飞。你们都给我听好了，这是他巧两口的事儿，都少瞎操心。与其有这个心思，还不如想想其他办法，看如何应对周霸雄那小儿的手段吧。老爷子，哎呦，我说老爷子，你可不能因为你一时的冲动，把我们柳家推向了万劫不复吧？明明只要和孔家结亲就能解决问题。住口！要想陈飞嫁给那个风流纨绔，除非我死了。小柳，过来，回房间吧。爷爷，你先回去。老爷子倒是个重情重义之辈，我手中若能有合适的药材，未必不能炼就一颗仙丹，为老爷子续命10年。家风，你跟我来。陈飞，陈飞，周霸雄的事情我会处理，但是你以后能不能别再给我添麻烦了？还有，我不会嫁给孔明哲，是因为我不会嫁给个人渣，跟你没有关系。你放心吧，陈飞，其实没有那么复杂。明天上午我去一趟，找周霸雄谈谈就是了。好了，你能不能不要再给柳家添麻烦了？所有事情交给我去处理。对了，聚仙一品那边到底什么情况？其实也没什么，就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我顺手救了陆长生一命，他非要送我一处庄园，就这么简单。顺手救人？这个嘛，你就当我失踪的3年里闲来无事学会的吧。行了，我还得回去收拾收拾，去公司安定人心，不然都乱套了。你切记，别再给我添麻烦。先生你好，欢迎光临木核桃。孟老，需要什么？黄芪当归青夏各要5两，首乌8千，白术1两5千。
如果只是这些寻常药材的话，任何一家药行都能抓到，不必来我们木禾堂。我要的东西，其他药行是有不假，但唯独一株七叶灵芝，不知孟鹤堂可曾有啊？七叶灵，你怎么知道灵芝生叶？本就是不过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只不过大多数人穷尽一生，从未见闻过而已。原来是同道中人呐！那您是来对地方了。我们木禾堂正好留有一株七叶灵芝。不过这件事情啊，我做不了主，得请示我们家穆掌柜的意思。不知小友可否有中间人介绍啊？否则的话是见不到我们家掌柜的。此物如何？天玄龙剑啊，先生，请随我来。不愧是江城第一药行啊！木禾堂连这种好东西都有，鄙人十分满意。稍后我会把钱打到账上。您这是哪儿的话呀？身为我木禾堂的客卿，这位哪还有就是我花钱的道理？们慕容掌柜的。这自古以来，穷文富武，尤其是像您这种常年在外修行闯荡之人，难免少不了厮杀争斗。再说了，您更是多次出面为我木禾堂解决麻烦，我木禾堂必定全力为您提供药材，以解您的伤病后患。这如此，多谢穆掌柜，老夫就却之不恭了。慕容掌柜，有客人来了，求购七叶灵芝。哦，木禾堂掌柜慕容嫣然，江北尊，请坐。江小友有所不知啊，我木禾堂的客人呢，分为两种，一种是前厅的普通客人，流于表面，实际上木禾堂真正的生意啊，是面向我们修行圈的特殊人士，也就是在后院，平时来的人极少，但是都是大生意。这江先生看起来似乎有些面生啊。闲云野鹤，未曾听说也很正常。怎么？我还需要跟你说我的身世来历？那倒不用，江先生既然寻购七叶灵芝，自然就是咱们的同道中人。这只不过，七叶灵芝可不好找，并非在下虚言，在这整个江城，也就只有我木禾堂拥有一株，且是完整的无瑕品。所以这价格方面，江先生得有个心理预期才是啊。只要东西正，钱不是问题。爽快，嫣然就喜欢和您这样爽快的人谈生意。孟老，烦请您去库房将那株七叶灵芝取来，顺便备上一枚木盒令。是。洪大师，那小子就在里面。带路。是。江家赘婿，看你今天怎么死！江北尊，老夫与不少修行之人打过交道，未听说过有江氏啊。莫非这位兄弟是刚刚踏入修行之门的初生牛犊？这位是啊，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木禾堂的客卿郭大师，在圈内资历颇高，修行路上更是拥有诸多见解。江先生初来乍到，以后若是遇到了什么问题，不妨向郭大师请教一二，对你的修行之路定是会有所帮助的。不错，是我要的东西。江先生既然觉得满意，咱们不妨谈谈价格。3600万，如何？若是江先生觉得高了，咱们倒是也能再谈一谈。不必了，就这个价吧。
至尊紫金卡。没想到，江先生与陆家还有这层关系啊！怪哉，至尊紫金卡怎会在他手上？莫非此人是陆家人？来者何人？江先生果然爽快，这七叶灵芝稍后就送到您府上。这枚是木盒令，江先生以后再来之时，出示木盒令，自然会有人引进你到后院。哼！丽水刀红利，你们这是何意？不知道木禾堂正在与贵客做生意吗？闯到我的地盘就算了，居然还敢动手，难道是想破坏规矩吗？副掌柜莫怪，我红利此番前来只是顺手杀一个人，很快就走。没错，这件事儿和木禾堂无关，江湖规矩江湖办。等事办完了，我亲自向穆掌柜赔礼道歉。姓江的，你的时机到了。来的正好，我本打算明日再找你，你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也好，倒是省去一桩麻烦。我靠，还敢嘴硬啊！我看你死到临头还浑然不知，知道我身边的这位是谁吗？弘历洪大师。别以为自己有点小本事就可以目中无人，洪大师可是成名已久、玄阶的高手。今天请他来，就是要挽回那天的场子。洪大师可以出手了，今天我要看这小子站在我的面前，然后跪下给我求饶道歉。不管你们有什么恩怨，进了这儿就是我木禾堂的客人，在木禾堂的地盘还从来没有发生过争斗，以后也不会有，这是规矩。如此才能按着江北村一个顺水平起。他若真与陆家有什么关系，这个值得了。穆掌柜说的不错，木禾堂从不会主动介入纷争，但也不会对上门的挑衅视而不见。作为木禾堂的客卿，有我在，你们休想斗战任何人，是吗？客卿不过是一条走狗而已，别人或许还会给你三分薄面，弘历可不见得。身为修行之人，整天想着固步自封，你不是我的对手。大言不惭，今日就让我来会会你。小子，你自行了断吧。弘历出刀，历来见血，你今天不死也得死。但以你的修为和实力，还远不够成为我刀下亡魂的资格。亮吧，我给你一个自断经脉的机会。是，杀人就杀人，废话干什么？啊，不好，听雨丽水刀威力减弱。对付你，我绰绰有余。
甚至没有捕捉到他用刀的轨迹，如此实力，绝非一个普通修行者所能做到。会不会是弘历过于粗心，轻敌了？郭大师，若是换成您，刚才……若是换成鄙人，恐怕也得落得弘历同等的下场。这才是大事，这才是真正的大事。此人绝非看上去那么简单，鄙人敢断言，他刚才那招，并未使出全力。就连郭大师也做出如此高的评价，这个江北尊到底是什么来头？洪大师，洪大师，怎么会这样？怎么会是这样？不可能啊！江哥啊，不，江爷，我误会。误会？刚才你可不是这么说的。你是想杀我？好啊，姓江的，今天是我看走眼了。可是，我也不是个软蛋，脑袋掉了碗大个疤。来吧，动手吧，我准备好了。滚吧！你不配死在我的刀下。江哥，你倒是让我刮目相看了。今天，江哥不杀之恩，我周某。哎，天玄龙剑，你识得此物？整个江城，谁敢说自己不认识天玄龙剑？此剑一出，可以号令整个地下世界。哎呀，江哥，大水冲了龙王庙，误会一场啊！哎呀，哎呦耶！自此之后，我一定洗心革面，我就不打扰了。改日，我必登门排阵。来人！我腿麻了，哎呀，会长给我拉起来！哎呀，把这个红莲给我拖走，别脏了我江哥的地儿！哎呀，江先生，您可真是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呀！江先生可真是深藏不露啊！我不过是随手解决了一只蹦跶的虫蚁，何以见得？江先生谦虚了，弘历乃是成名已久的玄阶高手，天地玄黄，他可谓是半只脚跨入了地阶的门槛，绝非寻常玄阶人士。可是江先生能以如此干净利落之姿态将其斩杀，实力远超我等的想象啊！是啊，江大师年纪轻轻，这修为却已是地阶，乃是与江城陆家那位平起平坐的存在。倒是鄙人之前没有想到江大师的风采，老夫有点自以为是了，还请江大师。无妨，区区小事，江某并未放在心上。哎，江大师真是心胸宽广啊，我等实在是惭愧。江大师今日为何？你是说周霸雄？我听说周家以前没少慈善捐款，广受民间爱戴，倒称得上是品行优良。他父亲老年得子，儿子虽然顽固，但也不至于落得一个独苗断后的下场。江先生自称闲云野鹤，想来是孑然一身了。穆总有话就直说吧。也好，那我就代表木禾堂正式向江先生发出邀约。若您愿做我木禾堂的首席客卿，不但享有一切财力物力的支持，所有的药材木禾堂均可以免费提供给您。当然了，江先生也不必觉得麻烦，平日里绝大多数事情是不需要客卿出面的，这一点同样身为我们木禾堂客卿的郭大师就非常清楚。不知道江先生意下如何？客卿就免了，
我独来独往早已养成习惯，还望穆总见谅。只是有些遗憾罢了。没关系，之前谈好的那笔7叶灵芝，木和堂分文不收，就当是送给江先生当见面礼了，还望江先生不要拒绝才是啊。这只不过有件事儿倒是得提醒一下你，这弘历死了，这事儿始终是个麻烦。若是没有我木和堂在背后做支持，接下来这段日子，江先生怕是有麻烦了。是啊，洪家乃江城3大家族之一，底蕴不容小觑。而弘历为玄阶巅峰级别的高手，他的死，令洪家损失惨重。这洪家恐怕不会轻易咽下这口气的。无妨，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江北尊这一生，行事只问自心，从来不会忌惮他人是非。江大师有所不知，坐镇洪家的那位可是货真价实的地阶强者，其实力仅次于陆家陆老之下，非同小可。江大师虽同为地阶，但修行时日尚浅，老夫担心一旦发生冲突，江大师会吃大亏呀。不如这样，洪家那边我派人盯着，您这段时间就减少外出，有什么消息我就第一时间联系你。就算是整个洪家，在我眼里又何尝不是蝼蚁群居，不足为虑。好，我还有点事，就先走了。江先生住哪儿？若是方便的话，还请告知地址，日后也好联系你。我江先生，这是我名下的一栋别墅，平日里也无人居住，放着着实可惜，不如正好赠予您。此宅依山傍水，环境非常清幽，特别适合您进修。说起来，总在湖边修炼，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也好。江先生，那还有什么是嫣然能为您做的？我需要一个特制的炼丹炉，你可能办到？我木和堂定当全力而为。这今日之事要是传出去，江城恐怕要沸腾了。谁能想得到丽水道弘历会被一个来历不明的年轻人一招秒杀呢？郭大师，您说这江北尊有没有可能就是前些日子引发天地异动的那位神秘高人？莫掌柜多虑了，江大师虽然实力很强，但也仅限于地阶这个层面，而那位高人远凌驾于地阶之上。您是说传闻中的天阶？就算不是，多半也已经触摸到了那至高境界的门槛。莫和堂能结交到江大师这样的人物，已经是万幸。而那位神秘的高人，不是你我这样的凡夫俗子所能妄想的。你们的意思是，我侄儿弘历是被一个叫江北尊的年轻人给杀了？是，回家主，千真万确。混账！周霸雄死了就死了，可弘历是我洪家的中流砥柱。好一个江北尊，看来是老夫太久没有出手，使人忘记我洪冲霄之威了。教主，那您的意思是？此仇不报，誓不为人。江北尊，家主，据说今日弘历被杀，是江北尊所为。此事当真？验证过了，是真的。
这位前辈的实力比我想象中更要深不可测。爷爷，现在外头都传疯了，都说弘历被一个叫江北尊的给杀了。您确定那个江北尊和我们之前打交道的那家伙是同一个人吗？这回你知道他真正的实力了吗？真的是他。不过，就算他侥幸杀了弘历，也只能说明他和我一样是玄阶巅峰。爷爷，您可是地阶强者，何必放下身段？不过，这个弘历身手不凡，又常年在刀口舔血，怎么会死在一个无名之辈手中？莫非是爷爷您暗中帮衬了他，对不对？我，我倒也想啊。爷爷，您这是什么意思？好你个江北尊，都有人在木荷堂借那五路家专属的资金卡了，肯定是爷爷暗中帮助的。下次见面，看我怎么收拾你。江北尊几招便诛杀弘历，此人倒是个好苗子。若能收为己用，未必不能成就一番大事。去放出消息，孔家孔天海5日后设宴，广邀各路豪杰。老夫要在宴会上亲自与那江北尊结交，收为己用。爸，您这是要出关？本来我还想再蛰伏2年，静候时机。如今看来，这江北尊就是眼下最适合不过的时机。整个江城，包括我在内，总共才3位地阶。如此，但凡有任何一位新的地阶高手出现，都有可能改变江城、陆洪还有我孔家3足鼎立的格局。这个人，我要定了。好，我这就去安排。另外，柳家的事，整日就知道沉迷女色。罢了，只要你把这件事情做好，收他一个柳家又如何？好，我这就去打听清楚那个江北尊的住所，把宴会请帖送到他手上。放心吧，爸，这件事交给我。欢迎先生回家。江先生，是穆掌柜安排我们来的，今后由我们来照顾您的日常起居。慕容嫣然，他倒是有心。你们退下吧，我不希望被打扰。另外，转告一声，我交代的事情，让穆总亲自来一趟。是。炼制培元丹的材料已经齐全，等炼丹炉一到，即可炼制仙丹，为老爷子续命。江北尊前辈在吗？我乃孔家少主孔明哲，奉家主之命，前来邀请前辈参加7日后孔家大宴，邀请函在此，静候前辈大驾光临。有趣。姐，你还是要去找周霸雄吗？前天白经理等人遭到他手下攻击，现在还在医院。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吧。这件事情不管多难，我都要去试一试，哪怕只有一丝希望。这件事你别管了，快回去吧。啊，姐，你说什么我都不。
跑，我拦住他。柔，你别管，这件事我来解决。刘总，都是老哥，哎，不，老弟啊，对，都是老弟的部队。您放心，我已经撤掉了所有的人手，柳氏集团已经恢复如初，不会有任何问题的。你看这些东西，就当是我的赔礼道歉的礼物，行不行？您务必得收下吧。周董，您这是？我还有事儿要忙，我就先走了。我送你。哎，别，您忙您的，您大忙人，您忙您的，我自己走就行了。以后咱们多多来往，好不好？哎，柔柔，江湖再见，拜拜。这周霸雄哪根筋没搭对啊？这态度180度大转弯。我没看错吧？你居然主动进厨房了！赘婿就得有赘婿的样子。江凤，那什么，你该不会还在生我的气吧？我发誓，以后我再也不针对你了。还有之前周霸雄那个事，我还不至于无聊到跟一个小孩子较劲。快洗手吧，跟你姐一起吃饭。你说谁小孩呢？我已经满18成年了。再说了，别因为你救过我，我就会高看你一眼。在我眼里，我姐永远是世界第一优秀女强人。你不配。柔柔，姐，江峰人呢？我有事情要问他。他在厨房做饭呢。做饭？他什么时候学会做这个？哎呀，你看他就知道了。你看，啊，来了，什么事儿啊？快看，这是什么？什么呀，神神秘秘的。操办。孔家家主孔天海要在江城举办一场宴会，并且指明让柳家承办此宴会。什么？孔天海？拿过来。这孔家主不是都病逝好几年了吗？莫非是？没想到孔家主没死，而是隐居多年。我听说孔家主这次出关问世，是为了结交一位高人，叫江北尊。到时候，整个江城所有有头有脸的人物，全部都会到。好啊，没想到我柳家也会举办如此规模的宴会。哎呦，真是佛祖保佑啊！妈，什么佛祖保佑、祖宗保佑的，你也不想想，如果没有孔少这层关系，这种好事哪轮得到咱们柳家来操办？柳妈妈，程飞，好久不见。哎呦，我的好女婿呀！对于我这份大礼还满意吗？满意，当然满意了。快，请坐。孔少啊，你看看你这些天没来，我还以为我们柳家惹您生气了呢。没想到啊，您是在筹备这么大一件事儿啊！以德报怨，您这是呀，给了我们柳家天大的恩赐呀！你笑什么呀？陈飞，过来。给一个没见过的人操办宴会，就让你柳家如此谄媚了，连自己的女婿也认不清。江峰啊，你可只想要在这江城立足，
是光靠能力就行了吗？不，靠的是背景，是权势，是倚仗。而我柳家所倚仗的，便是孔少。哎，也是，像你这种人，又怎能明白上流世界的游戏规则？哎，擎天兄所言极是，井底之蛙嘛，更不会明白高端圈层的趋势。你们可知那江北尊是何人？就连江城的第二大家洪家，也敢正面抗衡。而你江峰，就算与那前辈同姓，但地位也是天差地别。能让你远远看上那前辈一面，也算你前世修来的福分。哎呦，孔少，来来来，请坐，请坐。你何必跟这种人多费口舌呢？我们还是赶紧商议商议这个举办宴会的事儿。孔少啊，这个举办宴会的这个酬金，不会让我们柳家出吧？妈，孔少办事儿向来妥帖，这种钱自然是不用我们柳家出的。如今孔家主出关，肯定整个江城都会满城风雨，届时所有的社会名流都会到场，这就是咱们柳家崭露头角的好机会啊！要是办好了，大人物一高兴，咱们柳家还愁钱这些俗物啊！哎呦，不错，这可是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我爸那里筹来的。如果有幸再得到那位江北尊的赏识，柳家想不一飞冲天都难。我的一片苦心，希望陈飞和柳家得感恩呐。哎呀，感恩感恩，孔少，孔少大恩，孔少大恩呐！陈飞，孔少啊，孔少啊，我们还是去会议室商讨一下如何举办宴会的事儿啊。陈飞，此事关系重大，这可是我们柳家的重大机密，不能让他参与。孔少，您请。请。能让孔家不惜动用全部力气都要结交的人，那江北尊究竟是什么样级别的大人物啊？陈飞，饭做好了。小心。这些都是你做的？对啊，还不止呢。你先坐。如果你是想为昨天周霸雄的事情道歉的话，那也不必了。周霸雄今天过来找过我了，说一切都是误会，已经撤销了对柳氏集团的打压，所有的事情好像在一瞬间都不存在了。江峰，这个事情你知道吗？没想到周霸雄倒是会审时度势。不过我想啊，应该是周霸雄深知没必要得罪号称商界木兰的柳晨飞柳总，先行退却了吧。看来你并不知情，我差点以为。算了，这次柳氏集团的新危机总算是度过了。咱们姐啊，不是说好了等我一起，你们怎么先吃了？你快坐。聊什么呢？这么开心，我好久没有见你这样笑过了。谢谢江峰为我们做了这么丰盛的一桌子菜，让我们一起举杯，祝愿柳氏集团越来越好。来，干杯！陈飞，来，尝尝，好吃的话，以后天天给你做。江峰，我姐要的不是什么家庭主妇，她需要的是能在外面帮助她实现振兴柳氏梦想的最佳拍档。你也就只能做个家务了，
可怜我的姐，终究是个恐女。好了，柔柔，吃饭还堵不上你的嘴吗？江峰，客人还没走呢，你就吃上了，哼，越来越没规矩了。去，给我倒茶去。姐，我去，我来。哎呀妈，哎呀，别生气了，我去倒茶就好了。我知道，最近柳家和孔家确实走得比较密切，但是身处在我们这样的家庭，确实有很多的无可奈何。毕竟，他们是我的亲人。江峰，我明白，我不在乎任何人，我只在乎你。马上就要开始筹办孔家的宴会了，今天我有点累，先去休息。你也早点休息吧。你要是不想做，就别做了。不，这次机会来之不易，整个柳家都十分重视。筹办这次宴会，说不定能认识江北尊，还有其他的一些大人物。就算说不上话，也能打个照面，岂有不办之理？那如果说我就是那个大人物，陈飞，你会相信我吗？又来了，你们俩除了姓氏一样，还有什么一样的？再说了，我并不向往什么北尊那样的生活，那种层次离我们太缥缈了。我只想靠自己，让柳家更好，让柳氏集团更好。我明白了，陈飞，不管你做什么选择，我都支持你。爷爷，该喝药了。这是我请华神医为您特别熬制的汤药。你什么时候能舍得给我断药了？说吧，又有什么事？爷爷，南康老宅，你打算留给我们三个谁啊？哦，我听大家说啊，这老宅里存着我们柳家几代人积累下的财富，你好歹跟孙子透露透露啊！我不知道，立刻给我出去！还有，你最好离孔家那个纨绔少爷远一点，他迟早会害死你。孔少已经答应我，只要我助他一臂之力，别说整个柳家，就连孔家的几个产业也都赠予我。倒是您就算想偏心柳晨飞，也没用喽。我操！你看做对柳家不利的事，我比下这条老命也要打死你这个破小子死！好，好，好！哎呦，爷爷，不给就不给，没事啊，没事，小心气坏了身子，不要惹我，就什么事也没有。哎呦！哎呦，这又是怎么了呀？这是啊！滚！都给我滚！你这混账！你把爷爷给气死了啊！你这怎么办啊？怎么办？怎么办啊？这，
要说，这老东西还是早点死比较好，不然阻碍了我们柳家和孔少的定亲才是大事。你想，要是他还在，他不在了，柳家不是咱们说了算吗？对吧？爷爷，爷爷怎么了？爷爷，爷爷，爷爷你怎么了？